箱的是HelloFresh， 因为在加拿大就是在外面外食很贵，所以大部分人呢都会在家里自己煮，然后就会有很多像 HelloFresh 这种，就是他们会直接寄送给你食材，然后呢还有给你一些食谱等等，然后你就可以依照他们的食材去煮料理这样，然后就是非常的方便。那现在呢，我先来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在它的网站上面呢，大概是要怎么订这样子。首先呢，你就是先把手机点 hellofresh.ca， 这是加拿大的网站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说它上面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，就是一些介绍等等的。你要怎么选呢？一开始就先从这个 View Our Plan 就可以点下去。点下去之后呢，它就有很多不同的 plan 可以让你选，可是它就是最少，就是它一次寄一餐的分量就最少就是2个人，所以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订的话，就是等于说你就把它的数量直接乘以2，就比如说它1个礼拜是送你3个餐，那你就可以乘以2，因为你是自己一个人吃嘛，所以就等于说你6餐都可以解决。这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 plan，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哪一个比较适合你，然后再往下它还有 family plan， 就是家庭的，可能就是分量比较大，就是固定说就是4人的这样子，然后再往下还有 veggie plan， 就是你吃素的话它也可以选，所以等于说是还蛮弹性的这样。然后它的费用呢，差不多就是如果你点最一般的1个礼拜就是3个不同的菜单，然后是 for 2个人，这样的话大概是79.98加币，所以换算每一餐如果是1个人的话，每一餐大概是10块多一点点，所以其实还蛮划算，就比你在外面吃东西就是再便宜一点，而且还可以更健康这样子。确定订完之后呢，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就是地方，它可以让你选择说，就是你要哪3个菜单或哪4个菜单，看是你选3个菜还是4个菜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它每一个就是有不同的，就是很多照片给你看，所以你就可以依照照片去选你想要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要就按删除，要的话呢，你就按这个 add 的地方就可以把它加回去。然后它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菜单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你连续一直订，你就可以一直吃到一样的东西，是不会。它每一个礼拜都有就是不一样的菜，然后照片其实都拍很漂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有什么样的食材。其实不会很重，就是一个人还可以抬的重量。好，拆开之后呢，我们来看里面有什么。打开之后呢，3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选择的菜单，就是看你选择你点什么样子的料理这样子，然后它上面都会有注明说需要用到的就是食材啊是什么这样子，都还蛮清楚的。然后你翻到后面呢，就是它的 recipe， 就是它会教你说一个一个步骤，这边要怎么去做。我觉得这样还蛮贴心的，就是等于说，就你不会做什么料理，也可以订这个，然后做出很厉害的料理。好，然后再来呢是这3个，就是不一样包裹，它就分成3个，就是3道不同的菜吧。我们接下来就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首先它就是很贴心，帮你呢把每一个不同的菜单的料理，都分成一盒一盒的。肉的部分它就放在最下面，像这个是鸡胸肉，然后还有火鸡胸肉，这一只狗狗好像有点兴奋，因为这不是给你的。然后还有培根，然后它很贴心，它下面都有这种保冰袋，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是送到你的公寓啊，或者送到什么地方的话，就不用担心。可是我会建议你大概选在周末的时候，因为它周末也有送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选在礼拜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决定要选择先做这个，这是一个看起来应该是蛮简单的这个奶油的意大利面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开始来做，看看是不是30分钟就可以完成。现在我们来到厨房，然后呢，来把今天的菜单打开。我发现它后面很贴心就它还有就是你的卡路里什么的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来打开，首先是这个笔管面，有对到焦吗？再来呢是这个，就是应该是等下主要需要用到的一些食材，有什么菠菜，它都帮你装了一堆一堆，装的还蛮好的。你的第2主角白色花椰菜。还有 cheese， 因为它是白酱，所以还有一个 cheese， 还有面粉可能是等一下会需要用到的。洋葱，它都已经帮你切好了，天哪，太贴心了，应该是个调味料。然后最后跟2个应该是用来做白酱的那种。OK， 好，然后它这边会有写，就是大概会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可以做，像这个就是大概30分钟。
那做料理的部分，我们就邀請到我們今天的大廚阿芳。好 ，say hi。那我們就來開始做今天料理，挑戰一下，是不是30分鐘就可以完成？好，那隨着阿芳呢要開始做料理，我就要來開始計時。開始。上面都有，就是你做的每一个步骤大概会长什么样子，所以就还蛮清楚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你现在做到哪一个步骤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切培根。所以看来就是材料一下还是要自己有的，对不对？要先放一点油跟一些黑胡椒这样子。买这个基本上你家里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最基本的，比如说盐巴啊、油啊等等的这样子，它给你的可能就只是一些比较特殊需要多买的一些材料。是阿芳很厉害的机器，我一开始不是现在大家都有。我一开始来他家的时候，以为这是手转的，还把它转坏了。转坏，然后就放在那，是不是？看不懂，然后就I didn't do it, didn't see it, didn't do it. OK， 放进烤箱，准备要煮这个意大利面，先把它煮软。其实很快哎，然后你可以加快的话，就是用已经煮好的水。接下来的步骤是要对，把培根炒一炒。这是一只在想说会不会有它的份的 kiwi 豆皮。准备来下培根。哇，这个颜色好美哦！怎么样？No, it's also assuming you have milk. 它已经假设你有牛奶，有些人家应该不能有。哦，需要牛奶哦。这只狗狗是站在这个位置是。这样看它有没有什么可以掉下去给它吃。好，把它粘进去了，炒一炒是吗？加的也太不均匀了吧我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现在大功告成，来看一下我们总共用了多少时间，34分钟，还可以啦，就是跟那个时间算的差不多。来拍一下成品的样子。大师上菜，看一下是不是跟那个照片一样。好吃。那所以这边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煮好的食物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觉得跟照片大概有几分像？我觉得只有它这个菠菜是就是有点像沙拉的感觉，它没有做到很熟，但我们是把它这应该是最后撒煮进去。好，开动哦。第一口味道怎么样？要拌一拌吗？拌一拌好了。不用。你觉得这跟你如果说你自己煮的意大利面来说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照他们这个食谱。就煮的很简单吧，它这个比较 fancy 一点嘛，是不是？就是用比较也不会太难，可是对，可是你自己可能不会想说，哦，我要这样子配，它就是等于说给你一个灵感这样子。味道是还 OK， 而且我觉得它没有说很咸诶。盐巴那些都是自己可以调的。所以要做这些的话，你家里可能要有基本的一些调味品啊，比如说像刚刚有一些东西是它材料没有付给我们，可是我们需要加，比如说油、盐巴、黑胡椒、牛奶，就这4个。那 overall 来说，你
觉得它的好处跟坏处分别是什么？好处可能就我自己觉得是它先给你一些灵感，所以你就可以不用想，就是不用到脑去想说，你今天要煮什么餐这样。而且它都是帮你分好一个一个，就是其实还蛮方便，你也不用去 grocery shopping， 就是它直接帮你送来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做决定，就你到 grocery store， 然后今天要吃什么，我要吃这个吃那个，然后到最后都是做自己喜欢吃的。对，就是可能都做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就会让你把那个选择拿开，就是让你不用去做这种 choice decision making， 然后再拿掉。然后另外我发现就是这里面有几些食材是我完全不会去用的。那比如说 chives，你说这个绿绿的吗？对，这绿绿的，可我就觉得蛮酷，然后味道也不错。就是你用了一次以后，你可能以后就会觉得，这其实可以用在我别的 dish 上面的。坏处是，第一，我觉得我真的很不喜欢，就是现在公司有很多用大包装，然后再装小包装，里面都一大堆塑胶这样子，全部都到 landfill， 洋葱啊什么，它都是成厂以后都旁边都一层皮，就是切一切就好了嘛。那就把它放到塑胶袋里面，我觉得不太好。可是我觉得它是因为它已经洗过了，要让你 differentiate 就不一样，就比较干净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像这个就是它每一个菜单就是提供你2人份的，你可以选2人或3人，然后我们是选2人的。那如果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话，就其实很方便，你就可以煮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就可以包装在你的保鲜盒里面，然后当做隔一天的午餐。我觉得这样很方便，其实自己一个人做也蛮 OK 的。哦，我刚刚想讲的是，它其实是一个 experience， 就是你可能跟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就是觉得周末不知道要干嘛这样子，这个一来就是let's do this right， 就是蛮好玩的，是一个 bonding time。对，你刚刚说，那你觉得一餐这样子10块多一点点？看你是从什么样的 perspective 来讲。如果你是从我会去吃餐厅的perspective 来讲的话，那当然是便宜了，一餐10块钱。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常常自己会在家里做这种食材，你都没问题。可能煮简单的面啊，然后可能自己煮饭，炒几道菜这样子。老实说，这些食材你在超市买，然后这个 portion 的话，如果加减应该不到5块钱，我猜了。它还是要那个 margin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是真的要省钱的话，还是建议你可能自己做，对，或者是就这种可能比较适合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平常很懒得去 grocery shopping 啊，然后又很懒得想要吃什么，然后你脑中可能你平常也不太会做料理的人，因为他这里非常的清楚告诉你说一步一步要怎么做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很难失败吧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1到10分，你会给这个 HelloFresh 打几分？不过你之前也是没有订过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是你的初体验，觉得 overall 的感想怎么样？Beyond my expectations， 我觉得一开始觉得也不过就这样，可是现在又觉得10块钱帮你送到，然后做的还蛮快的，蛮简单的，然后吃起来也不错，所以我大概给8.5到9分。好，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 HelloFresh 的开箱，然后今天就是试煮一个，然后给大家做参考。之后呢，我们其实这礼拜还有订另外2个，所以我们可能会晚餐或是隔天煮，到时候再放就是精简版的放在后面给大家做参考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